那我们今天有幸请到的这位主讲人呢，就跟博雅教育这种理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请到的主讲人是那个杜小涵。小涵呢，他本科是在纽约上州的 Hamilton College 读的，当时是主修艺术史，辅修历史，对吧？Hamilton College 也是一所 liberal arts college。小涵现在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系读博士，是研究那个中国，你刚刚要说中世纪的，对，中世纪中国和日本的中世纪的艺术。小涵除了读博士以外呢，他也教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本科生。哥伦比亚大学呢，它的本科教育也是奉行博雅教育这种教育理念的。就是说，不管你想要主修的是工程也好，是科学也好，是艺术还是金融也好，所有的学生呢，他在本科的阶段都会要有一套核心的课程是必修的。这套核心的课程呢，就包括音乐，包括科学，包括写作，包括文学以及艺术。那小涵呢，他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教授本科生艺术人文课。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佛罗伦萨的大卫，一座雕塑的政治。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小涵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时候的那个课程的内容，他把两堂课的内容合在了一起，然后做了一些改编，今天带来给我们沙龙的听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就交给杜小涵。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去过 Florence？ 去过 Florence 人都看过 David 吗？进去看过吗？那个 OK， 就是你们看到过 David， 然后你们的印象是什么？头很大，头很大，然后呢？其实手也蛮大的。对，我在哥大教这门课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我的课堂里面有20个人，所以就是非常的就是讨论类型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人数也很适合讨论，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踊跃的讲话，因为其实哥大这门艺术博雅课的核心理念就是让大家用眼睛去看，然后用嘴巴去说，所以只有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才会看得更清楚。所以刚才OK， 有人说你对大卫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头太大的嘛，然后还有别的印象吗？看画像。看画像，大家应该都看过大卫吧？胳膊长。胳膊太长，对吗？就是感觉非常的比例非常不对，对不对？其实很不对，对不对？然后呢，你们就是大家基本上就是活到现在，基本上都看到过大卫的图像吧？对，你们看到大卫以后，你们想到什么？就是看到这样一个图像。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还有呢？你们知道，大家都听说过米开朗基罗吧？OK，你们看到大卫这个，你们在什么情况下看到大卫这个图像？中学课本。中学历史课本。你们还记得那个里面跟大卫相关的那个，就是大卫作为这么一个图像，它周围的这些。就是那种它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就是文艺复兴3节。文艺复兴是什么？是对希腊文化的一个追溯。对，文艺复兴的英文词叫什么 ？Renaissance 词根是什么 ？Renaissance。对，Renaissance 其实是法语来的啦。然后就是其实 Renaissance 的意思就是 rebirth， 就是一个再生，所以复兴嘛。文艺复兴让你们OK， 你们想到文艺复兴，你们会想到什么？达芬奇。丹顶是。什么？你说什么？但丁神曲对吗？文艺复兴前面那个时期叫什么？中世纪。黑暗中世纪，你用了黑暗这个词，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神权很大，然后神权也很流行，没有人文思想在里面。OK， 所以文艺复兴主要是指人文思想，主要是指古希腊罗马的人文思想的一个再度发掘、再度翻译、再度流行的一个过程。那佛罗伦斯，你们想到佛罗伦萨，你们想到什么？文艺复兴、米开朗基罗、徐志摩、翡冷翠对吗？翡冷翠、燕子，波提切利。OK， 我先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米开朗基罗，他这个人。
首先他是1475年到1564年，然后这个人非常长寿，他活到了89岁。其实89岁可能听起来不算什么，对不对？在今天的医疗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但是你要想象一下，在15世纪的意大利活到89岁，这是真的是非常长寿、非常高寿的一个状态。他其实是一个他其实是在30岁之前就已经成名了，所以他真的是出名很早的一个人。因为他有很好的 connection， 他跟教皇关系非常的亲近。当然 ，of course， 他是一个很棒的，他的很棒的艺术家。现在你们大家看到右边这个小的图，是他的一个书信，他书信里面的一个小的涂鸦。米开朗基罗这个人很有意思，因为他一生中写了好多书信，然后他特别有意识的保存了很多书信，所以其实他是一个他活得很久，然后他有很多材料你们可以去学习。你们想到米开朗基罗，你们会首先想到什么？Sistine Chapel， 对吧？然后这封信就是写在他在工作在Sistine Chapel画画的时候那个过程。然后呢，这是一个小涂鸦，然后他每天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子。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他跟他的家人抱怨他的脖子很酸。因为你们如果去过Sistine Chapel， 你们知道其实那个 chapel 非常大，他们那个顶，然后你要总是仰着脖子在那个地方工作，然后他没有要任何的人来帮助他，他是一个人完成这个工程。但是最有意思的就是当Sistine Chapel 开幕那一天，他并没有被邀请。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呢？他是单枪匹马把这个 Sistine Chapel 给画满了，但是开幕那一天并没有人邀请他去。而且钱没给他结清了。钱结清了。你刚刚说什么？生病了。他没生病。回佛罗伦萨了。他没回。是说当时的画家的地位不会Right， 因为当时的画家地位很低，就是匠人的身份。因为大家如果今天想到谁是艺术家，你们有什么样的联想？说谁是艺术家，或者是一个著名的艺术家？有钱，OK， 有钱人是有天才。地位，社会地位比较高。社会地位很高，对不对？如果你有一个艺术家的朋友，你会很酷，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文艺复兴时期，其实，在中世纪，艺术家基本上是没有无名无姓的。就是如果你去大都会博物馆，你会看到中世纪的那个区域里面，其实是很多作品都是无名的，或他会说哪个地方的 workshop， 哪个地方的 master， 但是他没有具体的姓名，更别提这么多丰富的自传方面的信息。这个情况，然后现在在讲艺术家的话，就是 genius 天才。其实这个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就发生在米开朗基罗这个时候，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会 market 自己的一个人，他非常有意识在提升自己的形象。然后他其实就是从米开朗基罗开始，我们有了这个所谓的就是天才的艺术家这样一种天才和艺术家之间这个联系，就在他这个时候被建立的。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就是 business person， 一个非常会经营自己的 brand 这个品牌。然后他非常重要的 connection， 对吗？大家都明白 connection 重要。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为7位教皇工作过，是非常辉煌的一个履历。他是一个真正的 Renaissance man， 就是大家听过这个词吗 ？Renaissance man。Renaissance man 就是指一个才学和见识非常丰富的一个人。他不仅是画家，他还是雕塑家，还是建筑师，是一个全才 Renaissance man。但是 Renaissance man 在今天很稀有，对吧？大家都是要为生计奔波，都是非常 specialized labor。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golden age， 一个很黄金的时刻。一个人作为一个 Renaissance man， 他是应该各个方面的博雅教育。其实博雅教育就是那种把他带回来的一个努力。非常写了好多信，大概存下来大概有500到700封书信，非常的写给他的 social network， 他的社交圈非常的广。大概他就是会规律的跟别人写信的人大概有1到200个人。你想象一下，就是如果大家现在有微信，你微信上面有200个人吗？很少吧。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精力充沛，然后非常well connected 一个艺术家。他死的时候很有钱。It's important。
这个呢，就是大家想到米开朗基罗，大概就会想到这个 Sistine Chapel。它最有名的很可能就是这幅吧，对吗？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过这幅。可是有意思的是 ，OK， 有多少你们其中多少人想到米开朗基罗会首先想到他画的画？你们觉得他主要是一个画家吗？还是你的印象他其实是一个雕塑家？雕塑，你们会想到雕塑对吗？大卫太有名了。OK， 我想米开朗基罗如果在天有灵的话，因为很高兴，因为他其实是他首先把自己认为是一个雕塑家，他认为雕塑作为一个艺术形式比绘画更加的辛苦，更加的就是更加困难。他晚年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detail，就是他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绘画的一个工作，然后他在一封书信里面，他最后签名的时候，他签的是米开朗基罗雕塑者 the sculptor， 米开朗基罗，Italian person。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primarily 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雕塑家。那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他会觉得雕塑更？OK， 我问大家，你们觉得画画难还是雕塑难？雕塑难。雕塑难，为什么？雕塑要有用力，对吗？你雕错了，你就改不回来了。画画你可以再往上抹。所以画画的话，如果你画油画的话，你知道油画是一层一层嘛，然后干了以后你就再改。但是雕塑的话，你说对，如果你雕错的话，其实还不太容易修改的，对吗？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这边看到的是两个雕塑 ，OK， 这个是米开朗基罗未完成的一个雕塑。然后这个是大理石材质，然后这个你们有多少人是去过哥大校园的？你们知道这是在哪里吗？哦，这好像是。Exactly， 对，法学院门口这个雕塑，这个是一个20世纪的一个雕塑。你们觉得？我想问大家，你们看到这两个以后，你们觉得它们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一个写实。材质 ，OK， 这个是大理石，然后这个是青铜铸成的。然后我想大家想一想，就是雕刻的这个过程，你们觉得 ，OK，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块大理石，你怎么开始雕的？先在头脑中想，先想好，怎么想呢？画在那个石头上面，然后开始雕是吗？就他要求你真的是要胸有成竹，对不对？你先要在你心里面先要明白你的那个最终的那个。最终的艺术形式是怎样的，然后你开始雕。这种呢，你看到就是大家看到这个上面，你们能看到这些纹路吗？你们觉得这是什么？铸造的。对，拼凑起来的。你们现在没打印啊。所以你们觉得，如果一个艺术家想要造一个人像是这种形式的话，你们觉得他开始他是怎么去脑补这个形象的呢？他做加法。对，他做加法，他用的是 clay 对吗？然后就是他会一片片的，就是这样糊上去。它是从0到1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它是做加法。但是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如果你是雕那个大理石，你做减法，对不对？那米开朗基罗觉得这种形式简直就是太弱了。因为他认为这种形式没有办法把石材的那种它的尊严表达出来。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呢？你这个地方就是这边碰碰那边碰碰，然后这边削削那边削削，然后筑起来。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你真的是就是非常的你就好像你要就是跟他有一个非常直面的一个 confrontation， 然后你开始用你的 chisel， 然后把它 chisel away。他认为这种形式which is 就他用这个词叫 subtractive， 就是这种做减法的一个过程，更纯净。对于雕塑这个形式来说，也可以 disagree 对吗？就是因为其实很多18、19世纪好多雕塑都是这样做出来的。但是米开朗基罗如果他还活着，他可能会被气死。而且他特别享受那种，就是一块石头，然后你跟他去搏斗，然后你把他那块石头里面锁住的一个形象，把它启发出来这么一个过程。你能想象吗？就是那种创造那种感觉。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你刚才提到米开朗基罗他喜欢把自己称为雕塑家嘛？对。但是你又说到文艺复兴人，他们是以全才作为一个自己的努力的一个方向嘛，或者说，所以你觉得当他称为自己是个雕塑家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这个身份限制了他作为全才这样理想状态的一个这种心理？就他对他来说，他什么都会，但是他认为雕塑是最纯净、最高尚的一种艺术，所以他会首先把自己认为是雕塑家。是他这么认为，还是当时一个普遍的想法？他这么认为，然后当时大家也这样想，因为他的书信里面，他就会自己说是 Michelangelo sculptor， 所以对他是一个很强的自我认识的一个过程。因为我感觉，如果我是米开朗基罗，我什么都会，然后我只把其中一个作为我的一个 label 的话，我会觉得是对我的一种限制。那我问你，在座各位大家都有名片吗？有很多人有名片，对吗？你的名片上面是写全才某某吗？收藏协会或者你是 engineer， 或者你是 doctor， 或者你是 PhD， 对吗？你会有一个最强的一个特点，是你 professional life 最大化的一个东西，对吗？所以对米开朗基罗，他认为他是雕塑，是他的最强的那一点。他出生在一个小城San Marino， 在那个佛罗伦萨旁边，然后他跟他老爸老妈搬到了佛罗伦萨，在他很小的时候，然后他在当地的一个就是那种石材厂，然后开始学习石头。这是他的一个画像，其实长得也还可以吧。刚才大家讲到文艺复兴，对吗？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希腊万神殿对吧 ？Parthenon， 你们有去过吗？你的感受怎么样？你去的时候？挺壮观的。壮观。还有呢？视觉效果就觉得挺陈旧的，给人有一种非常历史悠久的感觉。对。这个是在中世纪之前对吧？大家应该都明白。你想到古希腊罗马，你有什么印象吗？斗兽场。雕像、神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那是一个被神话渗透的世界。神话里面都讲什么呢？你们太阳啊，就是什么美神啊，像爱神啊，然后是不是比较乱？充满了人欲。那 OK， 所以一个希腊罗马神话的世界里面，神其实是像人一样是有欲望的，对吗？然后有他们的问题，有他们的短处。然后你再想想，罗马帝国覆灭以后，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开始了以后，大家想到基督教的世界是怎样的？保守落后。它是唯一的神。纯天理灭人欲。纯天理灭人欲，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对不对？希腊的时候，古希腊罗马的时候，你有这些神，其实就像人一样，他们也爱也恨，然后他们也有欲望。然后到了中世纪，忽然就变成了一个 Christ， 然后大家每个都像修道神一样。这个是从Parthenon 的西边的那个 Pattern 上面取下来的一个雕塑。现在这个在大英博物馆，你们有谁看到过这个吗？去大英博物馆有见到过吗？什么印象？我想听后面的两位，觉得这性感吗？性感。不性感。我觉得很性感。哪里性感了？丰满。以前都是以胖为主，现在以瘦为主。以丰满为主。所以就是他 OK。半露不露体。OK， 他们是裸体的吗？他们穿着衣服。他们穿着衣服，对不对？透明。可是你觉得这个衣服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遮体的吗？用来显得更加的那个性感。对，你们觉得完全裸你们觉得完全裸性感呢，还是穿点衣服性感？大卫呢，我就不觉得他很性感。这个就是 drapery， 这个他们身上搭的这个就好像就是湿了一样，所以他会把它的线条全部显露出来。他们这些衣服的话是一种半透明的感觉，其实是一个非常贵的一种材料，就是像丝绸一样的。然后它其实显露的比它覆盖的更多，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我不需要多说，大家用眼睛看。这个是一个13世纪的法国北部13世纪的哥特式教堂上面的雕塑，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们来对比一下，没有身材的线条，没有身材。他们有身材，没有。
穿太多是吗？我们毕竟是在法国北部，冬天还是蛮冷的。所以刚刚你说你觉得这很严肃，一个是 OK， 首先这边这是三位女性，年轻的女性，她是女神，真正的女神。然后上面是一群老头子，知道吗？然后他们都是大概是中年人吧，然后都带着那个胡子，然后每个人都看起来非常的严肃，就像修道士一样。这个 contrast 它是一种世界观的一种 contrast。这个非常非常 free and wild 的一个不像罗马的世界，被这样一个世界所替代。你刚刚说黑暗中世纪，谁说黑暗中世纪？你们觉得你们一般提到中世纪都会觉得很黑暗，对不对？历史书上会那样说。历史书上会那样说，对。这个其实可以有待斟酌，但是只是从视觉上来看的话，你们想生活在哪个世界里面 ？Free and wild。Free and wild。我来问你们，你们觉得就是你们看到变化吗？什么样的变化？告诉我。站姿不一样。就两个膝盖之间的水平度不一样。OK。膝盖。营养要好一些，我就有点营养不良那种。你们谁会这样站着？你们我一般会让我学生起来感受一下，但是 OK， 你们站的时候，你们会这样站吗？少息。你刚刚说到这个膝盖对吗？那中间这个呢？你觉得哪个更自然？就是你要转换你的重心，这样的话你的腿不会特别累，所以这个才是自然的站姿。这就是一个就是这种真实的自然主义是怎么产生的？那这个的话就是 really going crazy 呢。你看你整个身体在扭曲，它整个的就是一种非常动态的一种概念。但是中间这个我其实更喜欢这种状态，因为你刚刚有谁说它比较妩媚？你为什么觉得它妩媚？我就觉得就它的这个姿势比较突出，它就是整个这个身材，还有它这个特性。然后他的衣服也是对。他在撩头发。他在。这是一个 dying slave， 但是这个大家的意思就是当你有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那种 you're kind of thrown back， 然后你 fully on display， 对吗？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是多么的性感。你们喜欢哪这三种雕塑的发展史中，你们觉得哪个更对你的胃口？你喜欢这个群魔乱舞型的这种？夜店型。你们还是喜欢这个对吗？这比较自然，比较 reserved。这幅画你们在哪里看到过吗？蒙马。毕加索非常著名的那个丁莫骚大冰样，这幅画是蒙马就是现代艺术馆的镇馆之宝。你们基本上每次去都可以看到。毕加索，你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figure 怎么样是从这个借鉴过来的吗？你看得出来吗？得像刚刚那个中间那个。像中间那个对。毕加索在1907年的时候他去了卢浮宫，然后他看到了这个 dying slave， 然后就是 clearly 他在借鉴那个姿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就是文艺复兴的艺术和现代艺术的一个联系。其实现代艺术，你们觉得你们看得懂现代艺术吗？看不懂。有些还可以。其实像毕加索这种大师级的人物的话，他其实对过去他的古典的过去是有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理解的。他其实在不停的 making quotations，making references。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米开朗基罗这个 dying slave 的话，你可能也不会 get 到那个。你们去过佛罗伦斯的人去过这个旧宫吗？这叫旧宫。你没有看到这个 David 吗？你们看到是这个 David 还是这个 David？ 有好几个。哪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原作，这个是一个复制品，是19世纪的时候放的。为了保护它，因为它风吹日晒，所以把它挪到了这个 Academia。又要看这个的话，你要提前预约门票，拜托。我来给你们看另外一个 David， 对，大家听说过 David， 基本好多美国人的名字叫 David， 对不对？大家知道 David 的故事吗？他是一个圣经人物，对 ，David and Goliath， 格莱亚，这个是 Donatello，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早期文艺复兴的一个雕塑家。这个 David 就是佛罗伦斯
提到佛罗伦斯文艺复兴，还有一个家族特别强大，美第奇家族。这个是美第奇家族的掌门人，就是 commission 当然叫我做的这么一个雕塑。David 是一个美第奇家族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 house emblem。我想潇潇会帮我们读这个 David 和 Goliath 之间这个故事，这个是中文版的。然后我想让大家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雕塑家，然后一个人说我要你做一个雕塑，然后要用一个宗教故事，然后你们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是什么？作为雕塑家，这是一个故事，就是你是一个在时间空间中发展的故事，然后你们要去做一个雕塑，那你们要做一个决定是什么？你们选哪个时间点，对吗？选哪个时间点，选这个故事里面哪一个点来做艺术阐释。我现在想让你们做的事情就是，OK，David 是1501到1504，大概100年以后。潇潇想让你读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大家听的时候，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下，这两个艺术家做的选择是不同的吗？是怎样不同的？就是在这个故事中，他们选的是哪一个点？格莱亚就是一个怪兽，不是怪兽，他是一个巨人，然后他去挑战 David 的他的那个国家，然后 David 就是要跟这个格莱亚跟这个怪兽巨兽决斗的一个过程。当 David 跟哥哥们讲话的时候，格莱亚上前来，跟以前一样，向以色列人骂正。大卫听到了，以色列人一听到格莱亚就惧怕逃跑。他们彼此说：“看那个人，听他向以色列人骂正。扫罗王悬赏要赐给杀死歌利亚的人一大笔钱，又要把女儿嫁给他，豁免他父亲应纳的税。”大卫问他旁边的人说：“若有人杀死那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羞辱，他会得到什么呢？到底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藐视永生上帝的军队？”他们就告诉大卫，杀死歌利亚的人可以得到奖赏。大卫的大哥以利亚听见大卫在跟那些人讲话，就很不高兴，对大卫说：“你来这里干什么？谁听你在野地里看羊？”他是一个看羊官。你是个鬼精灵，你是赶来看打仗。大卫说：“我做错了什么呢？难道我问一问也不行吗？”大卫转向另一个人，也问同样的问题。每一次大卫问人都得到同样的回答。有人听见大卫的问话，就去告诉扫罗，扫罗就叫大卫来。大卫对扫罗说：“陛下，我们用不着怕那非利士人，我去跟他打。”扫罗说：“不行，你怎么能跟他打呢？你只是一个孩子，而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人。”大卫说：“陛下，我是为父亲放羊的，有时候狮子或熊来了，抓取小羊，我就追赶他，击打他，救回小羊。如果狮子或熊袭击我，我就抓住他的这什么字把他打死。我曾打死狮子和熊，同样可以杀死那个藐视永生上帝军队的非利士人。上主曾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他也会救我脱离那个非利士人。”扫罗说：“好，你去吧，上主与你同在。”扫罗把自己的盔甲给大卫穿，有一个铜头盔和一件铠甲，他把铜头盔戴在大卫头上。大卫把扫罗的刀系在铠甲边，想走却走不动，因为他不习惯穿戴这些。他对扫罗说：“我不能穿戴这些去打仗，我不习惯。”于是他把盔甲都脱掉。大卫拿了他的木杖，又从西边捡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牧人用的袋子里，然后带着投石的弦出去迎战歌利亚。那非利士人开始向大卫走来，替他拿盾牌的人走在他前面。当他走近，看清楚大卫的时候，就藐视他，因为大卫只是一个双颊红润又英俊的小伙子。英俊吗？小伙子吗？他问大卫：“那根杖是做什么的？你以为我是一条狗吗？”于是他指着自己的神明诅咒大卫，向大卫挑战说：“来吧，我要把你的尸首丢给飞鸟野兽吃。”大卫回答：“你来打我是用刀、矛、标枪，但我打你是奉上主万军统帅的名，他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
今天上主要把你交给我手里，我要打败你，砍下你的头。我要把非利士兵士的尸体丢给飞鸟野兽吃，这样普天下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上主不需要用刀或矛来拯救他的子民，他战无不胜，他要把你们交在我们的手中。歌利亚开始走近大卫，大卫迅速地跑向非利士人阵前迎战。他伸手从袋子里拿出一块石头，用投石器向歌利亚抛去，石子打中歌利亚的前额，打破了他的头盔，歌利亚就脸朝地倒了下去。这样，大卫没动刀，只是一个投石器，一块石子就把歌利亚打败了。大卫跑上前，踩在歌利亚身上，从歌利亚的鞘里拔出刀来，把他杀死，砍下他的头。非利士人看见他们的英雄死了，就都逃跑。大家觉得米开朗基罗做了什么决定？石头。他这是哪一个时刻？投石。他要投了吗？还没呢。他的石头在手里面。你们觉得他在看什么？查看地形。准备投石。那当着泰罗呢？出发时。觉得这是他出发吗？这个是那个巨兽的头。对。你们记得这个故事里面讲到，他一开始是有刀的，但是那个刀太重了，因为他是一个面色红润的英俊少年，所以刀太重，他扔了，他只拿了石头，对不对？这个刀是谁的刀？歌利亚。是歌利亚的刀。所以当时他有选择的是胜利后的时刻。而米开朗基罗选择的是那一击之前的那个时刻。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同吗？你们喜欢哪一种？左边。为什么喜欢左边呢？紧张对吗？对。这个是完全已经是非常放松了，感觉已经很放松了，我觉得已经是两杯 cocktail 下肚。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的就是刚要迎战那种感觉，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非常非常有就很多未知，对不对？但是知道这个故事人知道他是胜利的。你们觉得这个米开朗基罗 David， 你觉得他知道他会赢吗？你们觉得他已经胜缺在握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谁知道，就是打的那个巨兽能打败。所以那你们觉得他自信吗？眼神挺笃定的，挺笃定的，对不对？非常平静。这个是细节，你们好妖。有没有觉得她非常的女性化？会不会有点过分？这个是一个，因为美第奇，就是说这个就是有传言说美第奇家族的这个，因为那个时候那个 sexuality 其实不是像现在这样，你要么喜欢男，要么喜欢女人，对不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它有一个 spectrum， 就是有很多人会 speculate 说，可能是因为这个美第奇家族这个掌门人是有同性倾向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非常 sensuous 的线条，然后就像一个女人的背部一样。然后大家仔细看这个羽毛，没有看到它在哪里吗？Goliath 它的那个羽毛一路上去，一直到它的 traveling， 就是沿着它的那个大腿内侧，是非常非常 sensuous。就是你看这个的话，你不觉得，你没有看出来什么，但是你看它背部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妖冶的一个雕塑。那你再看大卫的背部，哇，你们看到区别吗？肌肉的线条，你们看到这些肌肉了吗？这轮廓多么的清晰。但是你们觉得，刚刚小读的这个故事里面，大卫其实是一个少年，他大概也就10几岁，13、14岁的样子。其实你们觉得谁其实更忠诚于13、14岁的少年？确实身体会比较微妙一点。所以就是刚刚泰罗其实是更忠诚于这个故事的。对于大卫的这个表现。而米开朗基罗这个大卫是最深入人心的大卫，对不对？你没想到大卫上面，但其实他是一个成年人的男性的身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呢？你们觉得？我可以问一下，他雕刻右边这个大卫，他是给谁看的？这个好问题。他是给他们当地的那个百花大教堂，你们去过吗？就是
Cathedral of Florence 百花大教堂，他是给那个教堂雕的，大卫，因为他是基督那个圣经故事里面的，所以它不是一个 personal patient 嘛，它不是给私人雕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更多的就是如果你的老板让你雕一个东西的话，你肯定会考虑你老板想要看什么。但是大卫的话，米开朗基罗他有这个自由去实验一下。大卫这个传统其实蛮深的，这还有另外一个雕塑这个就是看得像一个牧羊人一样。但是你们记得大卫穿什么衣服了吗？他去杀格莱亚的时候。没穿盔甲对吧？你们看这个，他其实是也穿了盔甲，但是这个盔甲也是让你觉得，就像我刚刚给你们看的 Parthenon 上面那3个女神像一样，你会觉得其实他穿了好像就像没穿一样。这个剑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个剑看起来就像一个小男孩用的剑，但是在故事里面他是用了格莱亚这个巨兽的剑来杀死了格莱亚，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个其实是最接近于圣经故事的。大卫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喜欢的一个 subject 为什么？你们听这个故事，你们觉得你为什么会想要一个大卫呢？英雄的气息，然后呢，以弱胜强，对吗？中国的史书里面总是喜欢以少胜多战役，对吗？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以弱胜强的故事，它就是一个 underdog， 对吗？他就是一个小牧羊人的儿子，然后13、14岁，然后也没有什么本事，他就可以单枪匹马的把那个格莱亚给杀掉了，用石头。所以这个是你，如果你是一个希望在社会中有所就是你希望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从弱变强的，对吗？所以当你是一个弱者的时候，如果你对你自己有信心的话，你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像大卫一样，会成为一匹黑马。大家笑我为什么？这什么牌子？你们为什么会笑？他不应该穿任何。他不应该穿衣服，对吗？对。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他不应该穿衣服？遮掉他的线条。有吗？你觉得其实还蛮好的。对，想听这样的。你们觉得他不应该穿衣服？他表现的是和那个大众最根深蒂固的一种接受的一种形象，一种反差。OK， 因为你们大家看到 David 都是裸体的，那你们觉得，如果其实这些大卫都有穿衣服了，你们看到，你们觉得大卫应该裸体吗？应该裸体。不应该放羊怎么会裸体？其实这个就是我就想说，大家其实对这个 image 是根深蒂固了，大家想到大卫就想到这个大卫，然后觉得他就是裸体的。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东西，在那个时候，你想中世纪雕塑有谁是裸体的呢？因为那些都是道德的那种清教徒，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除了它的这个 musculature 非常的直接的在 quote 那些刚刚我们没看到的那些希腊罗马雕塑之外，它的裸体这个事实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非常非常新的一个东西。你们觉得 naked 和 nude 有什么区别吗？ nude 比较 subtle 一些。比较 subtle， 为什么？你什么叫 subtle？ 直接给人感觉就是说这些就是一丝不挂。nude 的话，可能有些轻视在上面，我也猜一样。I see。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吗？大家觉得 naked 和 nude 一样吗？你说 she's naked 或 she's nude。我觉得 naked 好像是之前穿过衣服但是脱掉了。OK， 所以你觉得 naked 是之前穿过衣服然后脱掉了？我觉得 naked 是个客观状态。客观状态就是表述一个人就是他什么都没有的这个状态。nude 可能更有一些文化或者一些社会的意义在里面。这边是戈雅，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西班牙的一个画家，他画了同样的女人，一个是不穿衣服的，一个是穿衣服的。你们觉得哪个更性感？不穿。你们觉得这个不穿衣服更性感？你们觉得你们觉得这个女人躺在床上，你们觉得她是 nude 还是 naked？ 都是吧。nude 为什么？题目是这样的。就是看我穿衣服，对，放在一起，觉得它是。你们如
把哪幅带回家吗？看放哪儿，客厅还是卧室？他先画了1800年，他先画这幅，然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他后来又给他加上了衣服。你们觉得他是 naked 还是 nude？naked 是什么？这个也 naked。这是 naked。为什么他是 naked？ 有人穿衣服，明显脱掉了。少了一点这种。少了一点什么？少了一点风韵。少了点优雅。风韵在哪里？姿势。姿势 ，OK， 他的姿势怎么样？舒服吗？很做作。做作吗？很僵硬。是不是很难受？感觉好像躺在石头上面一样。然后他的手遮的太应该自然一点，他的手好像太僵硬了。而且他的皮肤怎么样？他的皮肤是白的吗？黄的，你们看到没有？他的肚子是脏的。这是黄色的。当这幅画出来的时候，在巴黎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个女的是 naked，she's not nude。为什么？就是刚刚我们大家说她姿势很僵硬，然后她的那个皮肤其实应该是完美的白色的，但是她马内画的时候故意加很多黄在上面，就感觉好像有土血染过一样。你们看这个细节，她的鞋底是脏的。她是谁？你们觉得她是做什么工作的？性工作者对吗？她是一个妓女，对，她是一个妓女。妓女当时在19世纪的巴黎怎么揽客？不能裸的，站街女在，她会去外面的大道上面走。所以她的鞋底是脏的，就是在指这个意思。这个是她的大家的一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很大的一幅画，其实。西方艺术里面裸体女性是很多，对不对？这个大家都应该意识到了。你们觉得这幅怎么样？这幅是提香的，美吗？性感。肚子。这是不同的审美了。你们看这两幅画对比的话，你们觉得哪个是 nude， 哪个是 naked？ 右边。大家右边是 nude 对吗？这个大家都是统一意见的嘛？为什么你们会这么的 unanimous 的说右边这个是 nude 呢？高雅一些。怎么个高雅法？柔和呀，身体曲线没有柔和。你先说。右边我的洞两个洞不太一样，左边洞是猫嘛，黑猫就是这是黑猫，黑猫白猫，很神秘的感觉，对吧？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猫了吗？没有，眼睛好尖。这个猫，它故意画成这个样子，就好像和背景要放在一起的。比较脏脏的感觉。对，神秘感。猫代表了什么？性感、神秘、狂野，特别是这个季节。然后狗代表了什么？忠诚、忠贞。对，动物是不一样的。OK， 那很重要。然后还有呢，你们为什么会觉得右边这个更高雅一点？光、曲线，你告诉我曲线。它这个曲线很光平滑。曲线平滑对吗？光影非常柔和。你说光，谁说光很打？光很打得很柔和，对吗？对。感觉就好像光都画到他身上似的。你说。还有你看他那个床单的那个材质。哎，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大家都学马克思主义嘛，物质基础其实有时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你们觉得这个是什么材质？棉的。这是很普通的棉，就是棉。这个呢？丝绸，就是一种非常绸缎，非常贵重的一个材料。这是一个黑人，这可能是西方艺术史里面第一次有一个黑人，当做一个 work， 就是一种工薪阶层来被描写出来。西方艺术里面之前黑人的话都是以一种非常神秘啊，像东方那种感觉表现的。这是第一次，就是非常现实的告诉你，19世纪的巴黎，对我们有黑人他们是从奴隶解放出来的，然后他们就是自由工作者。左边那个感觉他特别的紧张，因为他的脖子是抬起来，感觉特别就是硬，僵硬，那个紧张的那种感觉。然后他的手遮着是非常有意识的在遮那个。那他呢？但是
右边那边就是非常自然的、非常自信的，好像是随便一搭随便一搭在那里，而且他的脖子，对，他的脖子是这样，就是和他的身体曲线是一个连线过来的，并没有很，就是不像左边好像很警觉，时刻要起来那种感觉。你们觉得？疲劳吗？OK， 这个很可能是最早的一个 choker 了。大家看到这个 choker 吗？这个 necklace。你们觉得这个 choker 其实让他的整个的脸，他的脖子看起来更僵硬，对不对？对。你们如果想象一下的话，在画里面，如果你画一个，它就是黑色的嘛，它其实就好像是把他头和他身体分开了一样。它是一个非常dehumanizing 的一个感受。然后他戴着这个小铃铛，然后你们觉得他是长发还是短发？长发。太棒了，你们都看到这个头发，这一坨头发在这儿。我的很多学生其实第一次并不知道，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长发，他们觉得这个女人看起来有点中性，像男生一样，就是因为她没有特别明显突出女性的那个头发的那个特征。就是马奈在画这幅画的时候非常有意识的做了一些决定。那你觉得整个的这个就是不是那么的美，不是那么的 subtle 她就是一个裸体的女人，然后她裸体是因为她要卖，所以但是这儿你会觉得她本来就。刚刚有人说好像裸体是开始穿着衣服，后来被脱掉了，对吧？那你觉得，但他的话就让你觉得他其实从出生就是这样子，他就没穿过衣服，然后他就很舒服的在他家里面。谁喜欢在家里面裸体的走呢？我还蛮喜欢的。但是 Olympia 也是一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女神，但是 Olympia 在19世纪的巴黎是妓女非常喜欢的一个名字。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这边 again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边 Birth of Venus。这个其实他们俩是同年的画，这个一看就是 nude， 对不对？多么的 innocent， 多么的纯洁，这个一看就是有衣服然后被脱掉，就是 naked， 一丝不挂。你们觉得这张脸怎么样？狰狞吗？有点狰狞，对不对？他虽然没有干太多事情，但是你觉得他已经蓄势待发了。我这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同一个雕塑，但是是以不同的角度拍摄的。你觉得有不一样吗？比例上有不一样吗？这个是我想来解释为什么有人说大卫的头很大，然后胳膊很长，是因为这个大卫，刚刚你问是谁 commission 这个大卫，是这个教堂百花大教堂，然后这个大卫其实本来是应该被摆放在这个上面的，所以它应该是非常高的。所以你想想，如果你一个雕塑放得很高的话，你去看的话，你会觉得这脸太小，或者他的身子太小。所以米开朗基罗是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雕的时候把他头雕大了，并不是说他不会雕，其实因为他的 proportion 是不对的，但是因为他本来的这个展示的 context 是在这个教堂上面，但是他现在是放在这儿，他那个复制品，关于大卫为什么会放在这儿？在1504年的1月25号，佛罗伦萨开了一个会，大家在讨论到底应该把大卫放哪儿。因为那个本来他是要放这儿，但是它其实是作为12件雕塑中的一件被做出来的，但是另外11件没有做，可能是因为经济原因。所以他们就在想，这个大卫怎么办呢？我们把它放哪？然后大家就开始起论，到底应该放在哪里？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辩论的结果就是放在了这儿。你们去过佛罗伦斯的那个米开朗基罗广场吗？这个是在河对岸，这个是另外一个 replica， 一个复制品。这个是大卫现在的，这个复制品是在现在的摆放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当时大家辩论来辩论去，就是有这么几个选择，就是要么放在这里，要么是放在这个地方。OK， 雕塑的位置为什么会重要？大家都看过这个吧？去过哥大人都见到过这个阿妈妈角。What if 你把它放那儿呢？这不是哈佛，这是偏好，这是偏好。如果你把阿妈妈挪到这儿，你觉得它还有它之前的这种象征的意义吗？没有气势，没有气势了，对不对？就好像一个气球被炸破了一样。这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位置是重要的。放在这个地方，在哥大 low library 前面，你非常 centralized。然后你看这些 Greek column 在后面，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宏伟。这个是哥大的 football team。这个是大家都在那个 low library 前面，然后是阿妈妈的 blessing everyone， 就像教堂一样。所以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雕塑的位置是有含义的，而大卫的话就特别重要，因为它有政治含义。这个是这个广场，它现在放在这儿，大卫现在放在这个地方，之前他们是想放在这里，你们觉得有差吗？怎样有差？因为他加了个顶，都把这个气给盖住了。对，中国人讲风水，这个你把它盖住以后，你把它 contain。你们觉得大卫有它主要的 view 有哪几有几？就是它是，当你雕的时候，你会想它的 primary view 是什么？你们觉得它是想让你正着看它呢，还是想让你侧着看它呢？两个都有，对不对？你们觉得这个 view 重要吗？重要，当然重要，因为你会看到他的那个非常紧张的那个他的心理状态，然后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手臂，还有他在干什么。他对于理解你的这个时刻非常重要，对吗？16世纪的意大利，对，我之所以会用引号，是因为国家这个概念是19世纪的概念，对吗？那个时候只是一系列的公主。然后我就想让大家看到 Florence 在这里，然后罗马的话在下面。那为什么这个会重要呢？是因为这跟大卫的眼神往哪里看有关。美第奇家族，这个是一个 Google Earth View of Florence。刚才那个百花大教堂在这里，然后 David 现在是摆放在这个地方。美第奇家族，你们知道你们关于美第奇家族你们知道什么？他和佛罗伦斯银行业对吗？那是 banker。家里出来几个教皇？出来几个教皇？但是他们是艺术的 patron。对，是因为他们有钱。他们美第奇家族呢引起了公愤在 Florence， 所以他们于1494年被赶了出去，被赶出了 Florence。那你想，如果你在 Florence， 你在那个地方发家，然后你有自己的银行，然后你被赶了出去，你想干嘛呢？你想回去吧？所以。然后你刚才说他们家出了几个教皇，对吗？2个吧。2个教皇，对。所以你家的亲戚在罗马，你是不是要去找点外援？对，这就是他们做的。他们被赶出了 Florence 以后，他们就到了罗马，然后他们开始日夜筹划，他们要回到 Florence 来，然后重新获得他们的那些权势。我这个地方有一个 Photoshop， 就是如果把 David 放在这个墙里面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本来是要被放在这上面的。刚刚有人说会把它气势遮住，对吗？因为你会觉得它整个就被盖住了。然后你们觉得他在看向哪里呢？罗马。Exactly， 往下面看就是罗马。Right over there。问你，佛罗伦萨和罗马比怎样？实力上来讲？经济实力肯定是挺发达的。经济实力佛罗伦萨，但是宗教势力呢？那还是罗马。佛罗伦萨当时面临的就是很大的威胁，就是美第奇家族被赶跑了，然后他们去了罗马，然后他们要联合他们家的教皇，要回来重新 take Florence， 所以他们当时的佛罗伦萨公国只有10年，大概只有10年，从1494年美第奇家族被赶出去到1504年大卫被完成，这是10年的时间，所以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公国，他们不希望美第奇家族再回来，对不对？哇，好犀利啊！有没有感到杀气逼人？他放在那里是因为他要给罗马一个警示。佛罗伦萨市政府决定，我们要把 David 放在那里，是因为我们要罗马知道我们就是大卫，我们是 underdog。罗马非常强大，虽然你是格莱亚，但是我们的大卫不会怕你。你们看到那个联系了吗？这个你可以说，有的人会说我可能那个比较牵强，但是我们有反方面的证据。这个东西这边是 Raphael， 你们听过 Raphael？Raphael 给当时的后来的教皇设计了一个那个挂毯的小图。你们可以不好意思，这个图真的很小，质量也不是很好。你们可以大概看出来这是在哪里？广场。对，是佛罗伦萨大卫的雕像。你们有没有看到大卫？对。哦。你们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劲吗？小。他方向不对。他缺了什么东西吗？他的头被砍掉了。哦。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神如此犀利。
而且直冲罗马，所以教皇是他们不喜欢的，是后来的教皇，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威胁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statement， 就是我们不怕你，因为我们是大卫。这就是为什么1504年他们得开个会讨论这个事儿，因为其实是还有政治含义的。这个是他现在大卫现在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也是有个洞，这也不是很好，对不对？把他那个王者之气全部都盖掉了。但是如果今天你去的话，它的原件就是在这个地方，并且我的朋友告诉我，其实大卫的这个脚踝是最弱的一个部分，因为成立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去的话，你一定要小心。不要离它太近，随时倒下。因为它非常重，它非常重。这个是漫画，就是在19世纪末1894年的时候，他们把原件大卫搬走，因为那个风吹日晒嘛，搬到那个 Academia。然后这个是当时人他们的一个反应，就是他们画，你觉得大卫想被夺走吗？不是特别想，对不对？感觉好像不是特别乐意的样子。就是任何一个如此的有历史、有沉淀的一个物件，当它被磨动的时候，它总是会引起一些反应。它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的 innocent。这个是一战的时候，他们为了保护大卫是在这个地方，他们为了保护他，防止那个炸弹的袭击，他们把它全部用那个砖垒起来了。就是他们为了保护他们的雕塑可以这样子的不遗余力。一战结束以后，他们就把它又完好无损的把它挖掘出来了。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位修复员正在修复大卫，这是千疮百孔嘛，因为都已经500多年了。但如果你去佛罗伦斯的话，它是无所不在的。就是即使在500、600年之后，大卫仍然作为佛罗伦萨的一种就是城市精神的象征。而且大家每个人，我刚开始问你的时候，你们都说你们想到了大卫，想到了佛罗伦，想到了文艺复兴，你就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强大嘛，他这个精神的这个反应。这个是一张老的明信片，就是那个米开朗基罗那个广场。如果你们去的话，一定要在日落的时候去。然后真的是你可以俯瞰全城，然后非常非常美的日落。现在的大卫，这是后来19世纪末的一个 replica， 它还是在那个地方俯视着整个的佛罗伦萨。好，就结束了。